大家好，我是陆羽，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也许刚睡醒，正窝在沙发里刷着手机，窗外阳光挺好，街上也没什么人，一切看起来都跟往常任何一个悠闲的周末没什么两样。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在这个市场里经历了很多年的人，我的后脊梁此刻却在阵阵发凉，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告诉我，今天这个平静的周日，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能看到的最后一片宁静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你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看看，是不是感觉特别奇怪？那些平时经常讨论的财经媒体，今天关于黄金白银的消息少得可怜，好像大家约好了一起沉默。但你知道吗？在我们这行，有一种说法，当海啸真的要来的时候，海浪会先悄无声息地退下去，露出从来没人见过的海滩。现在的平静，就是那种退潮。此时此刻，从伦敦到纽约，从苏黎世到香港，无数交易员的办公室里，灯光恐怕亮了一整夜。他们根本没心思享受周末，因为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可能影响深远的大问题——巴塞尔协议 4， 它就要在明天，也就是周一，正式全面落地了。官方文件里把它叫做巴塞尔3的最终章，听起来像个技术性调整，但在一些市场参与者眼里，这东西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觉得我们分享的资讯对你有帮助，请一定动动手指帮我们按个赞，也记得订阅我们会活智库的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点开，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对您有利的消息。好了，我们进入正题。为什么一个听起来这么专业的银行监管协议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咱们得把最底层的逻辑讲清楚。核心就在于，这个新规彻底改变了一样东西的成本，那就是纸黄金的成本。过去几十年，伦敦的金银市场交易量很大，一些机构手里可能只有1吨真金，但它可能开出更多对应的合约卖给市场。它为什么能这么操作？因为它预计绝大多数人买这个合约只是为了交易赚差价，并不会真的要求把黄金提走，只要没人提货，这个流程就可以持续运作下去。但是巴塞尔协议 4 里有一个核心条款，叫净稳定资金比率，简称 NSFR。我用大白话给你翻译一下，以后监管机构要来查银行的账了，如果账上记得是未分配黄金，也就是那些没有具体实物对应的黄金合约，那监管就会认为这需要更高的资本准备，银行必须为这部分准备出相当比例的资金作为支持。以前银行操作纸黄金成本较低，现在突然告诉他，你需要为这部分准备更多的资金，这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这就好比你家门口有个免费停车场，你随便停了几十年，突然被告知，明早开始，每小时收费很高，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考虑把车开走，对吧？面对显著上升的成本，银行需要做出选择。第一条，减少这类业务，把以前卖出的合约处理掉。第二条路就是增加实物持有，因为新规里还有一条，如果你持有的是已分配黄金，也就是实实在在存放在金库里，有明确权属的真金条，那这部分资产被认为是低风险，不需要那么多额外资金。听明白这里面的变化了吗？以前银行更倾向于纸黄金，因为方便，现在在新的要求下，纸黄金成本变高，而真金条成了更稳妥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周末接到消息，说欧洲的一些银行正在积极寻找实物黄金，他们是在应对新的规则，争取在周一开盘前调整好状态。接下来咱们得看看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也就是 LBMA 那个市场是怎么运作的，这场监管变化是怎么演变成一场实务层面的紧张局面的。LBMA 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巨大，
但真正涉及到实物黄金移动的比例很小。这里头有一个常见的操作叫再抵押，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比方说 A 银行的金库里有一根标准金条，编号001，周一 A 银行把这根金条的凭证借给了 B 银行， B 银行用它做了些交易，周二 B 银行转身又把这张凭证抵押给了 C 银行，换笔钱用， C 银行可能又用它做了点交易。就这么转来转去，一根编号001的真金条在账本上可能被多次记录。但巴塞尔协议 4 这次有更严格的要求，它强调穿透式监管，简单说就是监管要追查到底，这根1号金条到底现在实际属于谁。如果 A 银行借给了 B， 那 A 银行的账上就不能再把这根金条算成自己的资产了，这一下就把多重记录的问题凸显出来了。这就像一群人在玩抢椅子游戏，原来一根金条可以被当作几把椅子，好几个人都能有地方坐。现在规则变了，一根金条只能算一把椅子，那多出来的人瞬间就没椅子坐了，怎么办？他们必须去市场上找到实物金条回来，才能把账做平。问题来了，朋友们，他们上哪儿买去？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西方的金库这些年的实物黄金存量有限，大量的黄金流向了东方，流进了各国央行的储备库和亚洲投资者的手里。公开市场上符合 LBMA 标准的，随时可以交割的金条数量不多，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靠修改数字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实物问题，一个货在哪里的问题。过去形成的局面现在需要调整，而市场上的现成黄金可能不够用。事情如果只到银行调整头寸这一步，那还只是上半场，下半场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关注的衍生品因素。这个词听起来很复杂，别怕，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懂了。你还记得几年前美国那场游戏驿站事件吗？散户和一些机构在交易上产生分歧，散户们能产生影响，不光是因为他们买股票，更是因为他们买入了大量的看涨期权。现在的金银市场，特别是白银，也有类似情况。过去这些年，因为金价银价波动较小，一些机构就卖出了不少的看涨期权。他们预期金价不会涨到某个很高的位置，他们把这些期权卖出去，作为一种策略。但是巴塞尔协议 4 带来的变化可能会打破金价相对平稳的状态。一旦周一开盘，银行为了调整和获取实物，推动价格开始变化，那些原本被认为是低价值的看涨期权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时候当初卖出这些期权的机构就需要调整头寸，他们可能会到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注意这个逻辑链条，价格变化期权价值变化，机构调整对冲可能影响价格进一步变化，这就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当现货市场的实物紧张，遇上衍生品市场的头寸调整，市场波动可能会加大。除了金融机构，另一群重要参与者也已经注意到变化，正在行动，那就是全球的工业公司。你以为只有银行关注吗？苹果、特斯拉、三星、台积电，这些公司的采购部门现在可能也在关注。特别是白银，我们反复说过，它不只是投资品，更是工业原料、光伏、新能源汽车，所有电子产品的芯片都离不开它。过去，这些制造企业习惯了按需采购的模式，需要白银了就去市场里买，因为市场看上去总有充足的供应。但现在，巴塞尔协议 4 可能会影响纸白银的流动性。这就好比你是开面包厂的，以前面粉随时去超市就能买到，现在供应商告诉你，以后采购流程会更严格，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考虑增加一些库存，或者寻找更稳定的供应渠道。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公司已经开始直接与白银生产方联系，签订长期的供应协议，把未来几年的产量提前安排好，这叫提前布局。结果就是，本来就有限的实物白银能流到公开交易所和银行手里的数量可能会变少。好了，基于上面所有这些逻辑，咱们可以来推演一下，明天2026年第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市场可能会发生什么？我的判断是，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场明显的市场波动。什么叫波动？就是价格变化加剧。当那些持有合约的机构发现，他们需要应对新的规则，又难以获得实物时，可能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操作，这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机构 A 为了调整先开始操作，价格变化一点，价格一变化，机构 B 的头寸就受到影响，为了控制风险，机构 B 也被迫进行操作，价格于是更明显的变化，这又可能吸引其他资金关注，价格会在这种循环中变化加大。尤其是白银，我必须要单独强调，白银的市场规模比黄金小，但工业属性强，一旦市场变化，白银的波动可能会比黄金更明显。我甚至敢做一个推测，我们可能会看到白银的现货和期货价格出现差异。什么意思？就是期货交易所里报出的价格，比如30美元一盎司，那是期货价格。你想真的提到货，可能现货价格不一样，而且还需要时间。这意味着运行了很多年的价格体系可能会短暂分化，纸白银和实白银的价格可能出现不同，真正的价格将由实际的供需决定，而不仅仅是交易所里的报价。聊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问，陆羽，那普通人该怎么参与？是不是直接买实物经营就行了？实物经营当然是基础，是你在市场变化时的选择之一。但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资产在这个时期有所应对，你就必须理解另一类资产，矿业股。矿业股的本质是一个与金属价格相关的公司。我给你算笔简单的账，假设现在金价2500美元，一家优质金矿公司，它从地里挖出1盎司黄金的总成本是1500美元，那么每盎司收益就是1000美元。如果因为这次变化，金价涨到3000美元，涨幅是 20%， 但矿山的成本短期内是固定的，还是1500美元左右，那么它的每盎司收益就变成了1500美元。看明白了吗？金价涨 20%， 矿企的收益涨了 50%， 这就是经营杠杆的作用。在这种特殊时期，我觉得可以关注2类矿业公司。第一类是那些成本控制好、债务少、正在稳定生产的公司，比如行业里的那些大型企业，他们是资金关注的首选，比较稳健。第二类是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当大公司收益增加，他们可能会考虑扩张。自己从头勘探开新矿太慢，直接收购有资源的中小公司是一个办法。你可以关注那些在安全地区拥有资源，但还没开始大规模生产的中小公司，他们有发展的可能。说了这么多推演，最后我必须给你几点最实在的忠告。在这种波动可能到来的时期，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规则在调整。在最初的适应期，如果你不谨慎，可能会面临损失。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不要盲目操作。无论你觉得价格变化多大，无论技术指标看起来如何，都不要冲动，因为市场参与者已经是为了应对规则、控制风险而在操作。在变化行情里，价格可能波动很大。第二条，理性对待你手里已有的实物经营。如果你之前已经持有了一些金条银币，那么你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有较大波动，盘中可能出现快速变化，那可能是市场情绪的反应。记住，关注实物本身的价值，除非急需用钱，否则理性持有。等到哪一天看到实物和纸面价差较大时，才是你考虑是否调整的时候。第3条，要警惕市场流动性和政策变化。巴塞尔协议 4 在促使银行调整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个影响。银行为了满足新规，会调整业务，这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买卖的活跃度变化。这意味着市场里提供报价的机构可能变少。以前有很多机构提供买卖报价，现在可能变少。当某一下出现较大交易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对手方，价格可能会瞬间变化较大。所以，即使你方向看对了，也绝对不要用高杠杆，一个日内剧烈波动就可能带来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用你能承受的资金，投资于实物或那些有真实资产的矿业股，然后耐心持有，只要趋势没变，就理性对待。另外，我们必须要考虑规则变化。当黄金白银的价格真的开始明显变化，当白银供应影响到全球芯片和新能源产业时，你认为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会没有反应吗？回顾历史，各国都可能根据情况调整政策。如果 LBMA 和 COMEX 纽约商品交易所突然宣布因特殊情况调整规则呢？如果某些政府宣布对贵金属交易有新的规定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强调，真正放在你自己手里或者可信赖地方的实物，才是你最终的选择。你的矿业股投资也最好能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可能调整规则的市场上。朋友们，我们很可能正处在一个市场调整的时期，一个运行了很多年的贵金属市场正在监管和实际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巴塞尔协议 4 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开始，它开启的是一个更注重实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操作的成本会变高，而持有实际资产将是一种选择。今夜，伦敦金融城的雾或许会很浓，纽约曼哈顿的办公楼注定灯火通明。但对于我们这些早就看清市场本质，并为此做了准备的人来说，变化的前夜恰恰也是需要冷静的时刻。周一开盘，市场或许会有波动，但请你保持理性，做好计划，因为只要你基于实际的价值做判断，你就能更好地应对。希望我用这么长时间的讲述，能帮你理解这团信息，在面对未来时，多几分淡定，少几分慌乱。你问我今晚准备干嘛？我会关掉所有行情软件，好好陪家人吃顿饭，然后睡个安稳觉，因为我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做好。至于那些还在办公室里忙碌的交易员们，我只能对他们说一句，祝你们顺利。我是陆羽，我们市场里再见。